我本乃渡劫七修仙者，只差一步，便能登仙。没想到渡劫失败，意外穿越到这个时代，成为了这秦家遗落在外的7岁三小姐。秦家三小姐秦无双，已寻回。这人便是原生的姐姐秦潇潇，这明显的敌意，看来很不喜欢我。好孩子，来。果然是农村来的野孩子，就你这个气质，怎么可能和我们秦家的子女比啊？爸爸妈妈，妹妹回来了，你们是不是就不爱我了呀？萱萱乖，爸爸妈妈永远最爱你了。她就是我后妈的孩子秦雨轩，小小年纪一股绿茶味，看我以后怎么教训。奶奶好。乖，真是可笑，果然是乡下来的，一点礼数都没有。妈妈，她真没素质，脏兮兮的手就摸到奶奶衣服上了。哼，这种孩子啊，就是一点家教都没有，咱萱萱可别学他。奶奶，他们骂我是你找回来的，他们骂我是不是等于骂你呀？时候不早了，无双，你先去洗个澡，早点睡觉啊。既然回来秦家了，咱们就好好的安顿下来。好的，奶奶。秦无双，你要记住你的身份，哪怕你身上流着我们秦家的血脉，你也是一个乡下来的野孩子。他们俩是你的姐姐，你呢要听他们的话，在没有学会秦家礼数之前，不许离开秦家半步，免得出去给我们秦家丢脸。你就是我的父亲。你什么态度？我要不是看在祖母的份上，你这种乡下野丫头，我肯定不会让你进我们秦家半步。白痴，本座懒得跟你说话。你眼里还是我这父亲吗？秦无双，你在干嘛？他可是你父亲，快放手！放开我！放开我！你这个小怪物，哪来这么大力气？如果不是这具身体受不住我的凌厉，整只手我都给你撕下。果然是乡下的孩子干活多，力气就大。哼，山鸡就是山鸡，怎么跟我们家的凤凰比啊？凤凰，我之前杀了不少。看来你这孩子啊，不仅没有教养，脑子还不好使。萱萱，咱们可别学他，我怕他的弱智啊传染给你。咱们走。你们全都不喜欢我，没关系，等我恢复修为，整个秦家都是我的。我要重回巅峰，再次成仙。以后你就住这啦，衣服都给你放床上了。看什么？没见过这么好的房间啊！也是一个乡下来的孩子，能见过什么世面？站住！以后要叫我三小姐，明白吗？你一个野孩子，装什么装呀？你才7岁，刚来就想耍威风啊！如果在我宗门，你敢这样跟我讲话，你现在已经是死人。是的，三小姐。退下！为什么我会穿越在这里？难道这个秦家跟我有什么渊源吗？看来我要尽快恢复修为才行。九转紫霄功，九转成圣，用紫霄雷劫淬体，只要修炼出第1转，普通凡人根本靠近不了我。三小姐，早餐已经准备好了，夫人在楼下等您用餐呢。好，我换件衣服就去。不吃了，你给我坐下。秦无双，你这个小屁孩怎么这么没礼貌？你怎么跟你姐姐说话呢？奶奶，您都还没吃完，姐姐就要离席，是不是太不尊敬您了？秦无双，轮不到你来教训我。妹妹，你才7岁，要知道尊重姐姐，知道吗？秦无双，你不要把你农村那一套带到城里来。就是，
乡下人就是乡下人，一点酱油都没有。无双说的没错，这潇潇是越来越没大没小了，说是秦家大小姐，一点仪态气质都没有，这就是你们教育出来的好女儿，不做什么。奶奶早啊！早，来，快坐下吃早餐。没有椅子。哼哼，小兰，把我准备的那杯椅子打过来。胡闹，换一张。老夫人，你看看这个毛笔字。哎，我们家这些小辈哪有心思写字？这个啊，是我刚刚收拾沙小姐的房间看见的，应该是她练的毛笔字。什么？毛笔字？一个7岁乡下来的野孩子哪会这些东西啊？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装模作样的，肯定是想弄来讨好奶奶吧。小小年纪就这么心思。妈，别看了，一个小屁孩能写出什么好东西？真是别再让你到眼睛。小兰，来把这些垃圾都给我扫出去。沈玉霞，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撕掉的这张毛笔字，未来可能价值万金啊！妈，你在说什么？一个7岁来的乡下野孩子能写出什么有价值的字？还价值万金？小兰，去书房把秦家的祖传字画拿出来。这的确是我的字迹，我什么时候写的？感谢相救，但你我先凡有别，我不能在人间停留太久。我等会送你一幅字，往后秦家有难，把字给我，我自会出山。原来是100年前秦家那人，秦家今日会有灾劫，难怪我渡劫失败。原来上天让我把凡间的因果了断。无双写的跟祖传的字画字迹一样。妈，你是不是糊涂啦？他一个7岁的小屁孩，怎么可能跟我们祖传字画的字迹一样？我知道了，这幅字画肯定是轩儿写的。轩儿从小就练习字画，肯定是被这个小屁孩偷了过去。轩儿，你告诉奶奶，那个字是你写的吗？奶奶，我知道您喜欢书法，之前我偷偷写的，想给您一个惊喜。那个字的确是我写的。好啊，你个秦无双，为了讨奶奶开心，偷姐姐的作品是吧？来人，笔墨纸砚。好的，沙小姐。你什么意思啊你？咱们比试比试，看看到底是谁写的。你就别再丢人了，秦无双。咱们秦家每年给轩儿报的书法老师，花费的是过100万的。你一个乡下来的野孩子，懂什么是书法吗？姐姐，你怕了吗？哼，比就比，我还真不信了。轩儿写的是真好看。那肯定，你以为轩儿的书法老师是白山吗？轩儿呀，可是学了好几年呢。就是，一个乡下来的野孩子会玩什么书法？我妈连笔都拿不稳吧？这就是你经常写的书法，写的歪歪扭扭的。你有没有认真跟老师学写字啊？妈，我觉得轩轩写的挺好的呀，你再认真看看。闭嘴，你懂什么？这墨痕间隐现青霞，字势如独风拔地，一笔冲霄，字里行间的飞白非断非连，恰是云转雷纹，墨笔轻扬处，竟有点点灵光浮于纸面。你到底是谁？我就是你小孙女啊，奶奶。你这书法跟谁学的？之前在乡下有位道士，
在他家借住了一段时间，是他教我的。哎呦，那定是与我们秦家有缘的仙人啊！风摇翡翠传3代，月照狼牙护5方。莫道年轮封旧事，春雷过处又生忙。哎呀，翡翠狼牙，子孙贤才，后继春雷生忙，象征着家族代代兴基呀！哎呀，我们秦家终于出了一位优秀的子孙呀！玉轩，你还说那字是你写的吗？对不起，奶奶，我可能弄错了。我看他和我的字差不多，我还以为是妹妹拿走了我的字。你还在胡说八道！你自己写的什么样你不知道吗？还在撒谎！你这孩子才华横溢，深藏不露，不愧是我秦家的血脉啊！哎，奶奶带你去祠堂，咱们上香，顺便认祖归宗。你可别占我便宜，本座姓白，不姓秦。走。来，无双，给祖宗们上香。你们真的准备受我的香火吗？妈，突然地震了，要不咱们先去屋里躲一下吧？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无双，来继续吧。妈，你看，秦家祖宗已经不认这个子孙了。对呀，妈，秦无双根本就没有资格认祖归宗，你别被这个小屁孩骗了。赶紧跪下，向祖宗认罪！你们真的要让我跪吗？哎呀，你这个野孩子，你这什么态度啊？让你向祖宗下跪，那是抬举你了。要不是祖母把你给寻回来了，你现在还在乡下吃苦呢，还想进我们秦家的大门。那我真的跪喽。赶紧跪下！祖宗已经发怒了。我让你双膝跪，没让你单膝跪。看来祖宗不满意的是你哦。哎呀，好了好了，你看看走的这里乱七八糟的，都回去吧。大家都准备一下，南宫家下午要举办鉴宝宴，我们秦家所有人都去参加。南宫家？是啊，南宫家是做古董生意的，也是收藏的世家，听说收藏了很多的仙人法器。哎，你跟这个仙人有缘，应该会对他们的藏品有兴趣。奶奶带你去看看。奶奶，我看还是别带妹妹去了吧。她刚从乡下过来，还不懂规矩，万一出了丑。是啊，妈，无双这孩子野得很，而且啊，在宴会上万一丢脸了，丢的可是我们秦家的脸。再说了，这次的宴会的主题它是鉴宝，这小屁孩他又不懂，去了也是白去啊。妈，月霞说的对，这次来江城的都是上流豪门，万一让他们知道我们秦家来了一个乡下来的野孩子，会取笑我们的。奶奶，我真的不能去吗？当然可以去了，我看谁敢不让他去。妈，我在这个家还是不是说一不二的，想造反了吗？无双，奶奶带你去换件衣服。好的，奶奶。妈妈，奶奶现在是不是只疼妹妹了呀？乖轩儿，你永远都是爸妈呀最疼的宝贝。你那个便宜妹妹，迟早有一天妈妈收拾她。我来想办法。果然，我就说嘛，秦家的孙女哪有不可爱不好看的呢？走。哪里好看了，还是一股乡巴佬味道。
果然还是我萱儿妹妹好看。就是听说秦家从乡下带回了个孩子，看来是真的。你看他这个样子，一看就没见过世面，也不知道秦家怎么想的，居然真的把他带过来。就是，土里土气的一副乡下的样子，跟他在一个场合，我都觉得档次被拉低了。妈，我就说嘛，带这个丫头来肯定会被别人取笑的。你看，咱们秦家的脸都被这个野丫头给丢完了。父亲，你们知道吗？他们当着你的面嘲笑我，其实就是嘲笑你们，因为他们看不起你。你说什么死丫头？牙尖嘴利！你们就是李家和王家的吧？我记得你们两家跟我们秦家是有合作的。那既然你们看不起我们秦家，以后这合作就终止吧。老夫人，对不起，误会了，是我们一时口快，嘴贱。不是李明，你怕什么？道什么歉？王思涵，你们向你王家呀！道歉，不知道跟谁道吗？对不起，秦家三小姐，是我们的错，要不你就原谅我们呗。不合作就不合作呗，我还怕你们秦家。奶奶，他们犯错了，是不是应该受到惩罚？那是自然了。无双，你想怎么样惩罚他们？嘴贱，那就长嘴吧。是我嘴贱，你原谅我们呗。奶奶，他偷懒不用力。我都这么大力了，要不您亲自来掌嘴？好啊，那我能打你3巴掌吗？别说3巴掌，30巴掌都没问题啊！你一个小娃娃才几岁，能有多少力气？我第1巴掌就晕了，身体可真弱。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我可是王家的王世涵。这是第1巴掌。来哦，还有2巴掌哦。你不要过来啊！等一下。怎么了？你刚才说好像30巴掌都可以哦。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青霜，你给我住手！敢在这种场合下动手打贵宾！说你没有教养，还真是没有教养。我们秦家的脸都被你一个人丢尽了。让他们取笑秦家，你觉得是对的喽？他们就是再不对，你也不能动手打人。你看看，把人打得有多重。我不是你，我有种。那也不是你下重手的理由。你说什么呀？我只是一个7岁的可爱小女孩，他们都是大人。被我这个小孩打在地上大喊大叫，我都替他们害臊。各位哥哥姐姐，你们来评评理，到底谁丢人？你还在狡辩是吧？赶紧的，给人家赔礼道歉。需要我给你道歉吗？我记得你还差我很多巴掌喽。不需要，姑奶奶，您大人有大量，饶了我吧。一个7岁的小女孩，就算打人，能有多大力气？秦总，你对你女儿也未免太苛刻了吧？你说什么呢你？还不嫌丢人啊？鉴宝会要开始了，走。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南宫家的鉴宝夜。这个不就是南宫家的长子南宫燕吗？据说他的鉴宝能力是全南宫家最厉害的，已经被内定成下一届的南宫家的家主了呢。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南宫家酷爱收藏古董灵器，刚好在前段时间我们获得了一批上等的宝物，今天邀请大家共同鉴赏。不愧是南宫家，每一件都是真品啊！当然，今天部分的藏品还是一样，慈善拍卖。第一件是青凤轩炉。闭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你这野孩子懂什么古董？南宫公子，这是我的孙女秦无双，如果有哪里得罪之处，请您见谅。原来是林老夫人的孙女，她说的没错，这确实是清风熏炉。据说点燃灵香打坐冥想，它可以延年益寿，强身健体。愚昧，哪是什么延年益寿？这是修炼之时，让修道者更容易感悟天地灵气的。
怎么可能？他就是一个乡下来的野孩子，怎么可能懂古董？肯定是巧合。看来无双妹妹很了解古董，那你可知道这清风熏炉的来历？你们看，南宫公子都觉得他是蒙的，故意出题考他呢。我们秦家的脸真的要被他丢尽了。由知名匠人莫林子打造，后经他们下弟子发扬光大，成为了修炼必备灵宝。你不懂就不要编故事，什么修炼，什么灵宝，胡说八道。你怎么知道？我们南宫家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才知道的。什么？无双，你喜欢这个珍宝吗？你喜欢，奶奶就给你拍下来。谢谢奶奶，不过无双不要。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假的。什么？秦无双，你也太放肆了吧！这可是南宫家的藏品，怎么可能有假的？乡下人就是乡下人，竟然敢质疑南宫家的珍品，这小孩子真是太无礼了。看来秦家的子弟家教就这样了。妈，我都说了不要带他来了，现在在这里瞎编乱造、胡言乱语的，我们家的脸都被他一个人丢光了。无双啊，不懂的就得虚心了，可不能不懂装懂。古宝很复杂的，你呀，还是见识太少啦。假的就是假的，我不能说真话吗？老夫人，我南宫燕一直很尊敬你们秦家，但是你的孙女当着所有名流家族的面说我拍卖的藏品是假的，哼，这难道不是打我南宫家的脸吗？燕儿，休得放肆！南宫问天来了，他是南宫燕的叔叔，当代家主的亲哥。他怎么来了？他可是古董界的泰斗啊！天叔，你怎么来了？燕儿，怎么回事？你怎么敢跟林老夫人这样说话？她秦家三小姐说我南宫家拍卖的藏品是假的，我南宫业的鉴宝技术需要她一个小屁孩质疑吗？林老夫人，她这是你从外面带回来的亲孙女秦无双。南宫先生啊，我孙女年纪小不懂事，还请你见谅。没事，这批珍宝是南宫燕亲自收集、亲自鉴定，我没有帮过她。就算出现了纰漏，也是南宫燕她自己的问题。既然秦家小姐提出了质疑，那我倒要亲自看看这件珍宝是真还是假。南宫叔叔可是古董界的泰斗，秦无双这次可是要翻车了。叔，不需要你出手。来人，这可是我从海外购入的最先进的古董检测仪，鉴定古董年份准确率高达99%，这熏炉是真是假，一测便知。可以啊，那也让我见识一下现代高科技的厉害。林夫人，这次有关于我南宫家的声誉和颜面，如果鉴定这宝物是真的，我希望你们秦家的小姐跟我南宫家道歉。没问题。这南宫公子高科技在手，这小丫头还大放厥词，真是可笑。果然乡下人就是乡下人，上不了台面，这次秦家怕是要丢脸喽。我们秦家到底造了什么孽，生出你这个玩意儿？无双，你有把握吗？有的，放心吧，奶奶。好，那奶奶就站你这边，奶奶相信你。鉴定完毕，这件古董距今300年。看吧，我都说了，秦无双他就是装的，他哪里懂什么古董？这下我们秦家的脸都被他丢尽了。秦无双，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是输了，就立刻给南宫家道歉。谁说我输了？你还不赶紧跪下，给南宫先生和南宫公子磕头道歉！你们秦家可是传承1000年的豪门世家，你这个秦家的小妹妹不会输了不认账的，那可别怪哥哥不客气。我没有说为什么要道歉。妹妹，仪器结果都出来了，你还想狡辩吗？你该不会是觉得这个仪器有问题吧？大家先别急，既然秦家小姐这么肯定，我倒想听听她的见解。说，我知道咱们跟秦家是友好世家，但此事关乎我们南宫家的声誉，你可不能偏袒他们秦家的小孩。对呀，南宫叔叔，难道他的眼睛比仪器还厉害吗？仪器没有问题，这件藏品的确是300年前的炫炉。终于承认了是吧？还不快跪下道歉！可没说它不是老的古董，我只是说它是假的，因为它根本不是墨家打造的灵器。
你凭什么说他不是墨家打造的？呀，稍安勿躁，先听听无双小姐是怎么说的。墨家打造的熏炉用的是青灵铁，自带灵气，而你这件藏品明显是用普通的凡铁。其次，真正的熏炉内部是有阵法符文的。哈哈哈，你说这些我都没听过，你是怎么知道的？别胡说八道了，说的好像是真的似的。最致命的一点是，凤眼上应该是有2颗用龙血晶打造的眼睛，所以你这个一眼假，哥哥你太依赖高科技哦。这无凭无据，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他说的是真的。南宫叔叔，你可千万别被他唬住了，他是刚从乡下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符文，什么龙血晶，听都没听说过。妹妹，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丢死人了。不，他的确没有下边。什么？他说了一点都没错，在我们南宫家的藏书中，的确记载了金凤熏炉的具体描述，跟他说的一模一样。我猜测这个是100年前番人模仿墨门打造的仿品。林老夫人，你这孙女不简单了。南宫先生，你说我孙女说的是对的，是吗？这些我都不知道，她一个小女孩怎么会知道？燕儿，你还好意思说？回到家族，把藏书都看一遍。无双妹妹，我给你道歉。原谅你了。怎么样，我的好孙女今天可是给这个秦家长脸了吧？我看你们以后谁还敢小瞧她？难道这个小屁孩真有一点本事？切，我看他只是刚好认识这个古董罢了。多宝手串由不同属性的灵石打造，纯属为了好看，意义不大。装，真能装。玄铁木扇、九龙玉璧、龙血玉，哼，怎么了，妹妹？这血玉又有什么问题吗？这个龙血玉也是假的。无双妹妹，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看出来这个龙血玉是假的？不是看出来的，我是闻出来的。还闻出来，一听就知道是瞎编的。龙血玉自带煞气，普通人靠近都会感到不适，加上龙血千年不化，腥臭异常，你这个啥味儿都没有，一眼假。无双小妹妹，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些知识？小时候我在一个道长的家里暂住，他给了我一本书，我在书里看见的。哦，原来如此，你这小妹妹我甚是喜欢。你看，乾坤玉佩。哦，你连这个都知道，这是我们南宫家祖传的宝贝，今天就送给你了。什么？凭什么送给他？天书，家传的古玉不是应该传给我吗？它价值连城，你就这样送给别人了？这乾坤玉佩是由灵石打造，上面雕刻了阵法，可是辅助修炼的好东西。有了它，我突破境界的速度会更快。谢谢南宫叔叔。你这小妹妹越看越喜欢了。无双，他们老说你是乡下来的，奶奶看啊，你是天上来的。奶奶，我又不是神仙。秦无双，那可是价值几个亿的宝贝，人家跟你开玩笑呢，真以为人家送给你啊？赶紧给人家还回去！祖传的东西真敢拿，果然是乡下来的，真贪心。秦家的家风都被你败完了。你们这对父母怎么回事？脑子有毛病是吧？这是我跟小妹妹之间的事情，收礼和送礼都没有问题，就你们两个在这里唧唧歪歪。林老夫人，如果你们家不想要这个孙女的话，要不送给我们南宫家，做我们南宫家的孙女吧。你们俩一边去，别在这说话丢人现眼了。妈，无双妹妹那么优秀，比起我，奶奶好像更喜欢她。妈妈，你以后会不会也不爱我了呀？说什么呢？你是妈妈最爱的孩子，无双那个家伙算什么东西？今天气死我了！那个秦无双就知道装，
让他在宴会上出尽了风头。他还得到了蓝公家的一块祖传玉佩。哼！你给我闭嘴吧！那不还是因为你没用？爸，怎么又关我的事啊？那个秦无双他就是装的，他只不过是刚好得到了那本古书而已，刚好把知识点都记了下来。他除了会在长辈面前装可爱，还会什么？你们除了会在背后说人坏话，你们还会干什么的？奶奶，你怎么能对这个乡下小丫头这么偏心呢？我也是你孙女啊！你们在外人面前处处针对无双啊！外人说他你们不帮忙就算了，你们还落井下石。这个家里面就我对他好，你们还说我偏心。奶奶，你可以给无双一些钱吗？我们秦家的小孩每个月都有50万的零花钱，你还没钱花吗？秦无双，你够了！你才7岁就敢跟奶奶要钱？财务，你给我查一下秦家3个小孩的财务状况。好，知道了。沈月霞，我给你的权利，你就是这么干的噻。如果无双今天不说，我还不知道他回到这个家里到现在还没有1分钱花。妈，他就是一个小屁孩，能花什么钱呀？我这不也是想给家里省点钱吗？行了，我刚查了账，你刚用无双的名义申请了50万给这2个小孩。财务，你从秦潇潇、秦雨轩的账户各划出25万，转入秦无双的名下。什么？那我的账户不就少了25万？什么？你的账户少了25万？你只是把他的钱还回来了。我不服，他一个乡下来的野孩子，能用得了这么多零花钱吗？我知道你们都不服，你们是不是忘了谁才是这个家里的主母？我看你们一个个的不服气，你们是不是忘了现在这个家谁说了算？奶奶，不是我不服气，他只是一个乡下来的小屁孩，凭什么跟我们用一样的零花钱啊？他懂什么叫花钱吗？别回头被人骗了，丢了我们秦家人的脸。我的钱怎么花就不劳姐姐费心了。奶奶，我可以再要点钱吗？我想买一些东西。哼，天天，刚刚才拿了50万，现在又要钱，怎么？你当秦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小年纪就这么贪得无厌，我看你真的是一点教养都没有。无双，够了！不要仗着奶奶疼你，你就得寸进尺。秦家有秦家的规矩，你才7岁，要这么多钱干什么？买东西啊，让奶奶身体健康啊，让秦家幸运昌隆啊。说得好，你看看我的孙女啊，她是为家里祈福的。你们呢，一个个的就知道攀比享受。小兰，你去书房把我保险柜里那个黑金卡拿给无双。什么？那张卡可是无限额度的，你怎么能拿给一个7岁小屁孩？真的是太荒唐了。谢谢奶奶。不错，有了这张卡，采购布阵所需的顶级玉石和百年药材就方便多了。尽快恢复修为，才能了结此地因果。奶奶，能不能请江城最大的药材行和玉石斋的掌柜带上他们最好的货，亲自上门？哼，我没听错吧？让人家掌柜的带货上门？秦无双，你以为你是谁呀？古代的皇帝吗？人家那可是百年老字号，只接待贵客，你还想让他们跑腿？真是笑死我了！妈妈，妹妹是不是乡下电视剧看多了呀？她这样会让别人笑话我们秦家不懂规矩的。哼，何止是不懂规矩啊，简直就是异想天开！秦无双，我警告你，不要再提这种丢人现眼的要求了，我们秦家的脸都快被你丢光了。妈，你看。我都说了，孩子不能宠，你看看你，都把他宠得无法无天了。无双，你为什么想让他们上门来啊？因为他们店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凡品，不值得我亲自跑一趟。只有他们压箱底的珍品，才勉强能入我的眼，让他们带来省时省力。有道理。我秦家的嫡孙女就得有这样的气度。小兰，你去打电话，就说我说的，
秦家老夫人想要见他们，让他们把库里面的纯的、最老的、最好的、最稀有的都带上。如果他们不来，以后秦家的生意就跟他们没关系了。这老太婆真是疯了，居然动用秦家的人脉，我倒要看看她到底想卖什么鬼东西。老夫人，我们把我们库存的收藏的100年的野山参、1000年的何首乌，以及来历不凡的奇珍，全都拿来了。老夫人，老夫人，你看，我给你带来了珍藏多年的老坑帝王绿翡翠和天然紫玉的原石，不知道您……今天的主顾不是我，是我的孙女秦无双。无双，来，你来看看。两位掌柜见怪了，我这位妹妹呀，是刚从乡下来的，她没什么见识，就知道瞎胡闹。今天啊，还劳烦你们2个白跑一趟了。是啊，就一个小屁孩，懂什么药材玉石啊？如果他说了什么胡话，两位掌柜可千万不要当真啊！王掌柜，你带来的这些年份稀高、药气驳杂，大部分都是人工培育的，只有这株人参勉强够100年。不过因为保存不当，灵气流失了7层。这小姐，你可不能乱说啊！这我都是专家鉴定过的了。我说的就是鉴定结果。这株人参我要了，其他的你都带回去吧。色泽尚可，可惜内有裂纹，灵韵不纯。这块羊脂玉质地温润，可惜沾染了太多凡人俗气，已是死玉。这块倒是有点意思，虽然是块废矿石，但核心处孕育了一丝先天根茎之气。刘掌柜恐怕都不知道它的价值吧？怎么还有个石头？小姐，那个是我从矿区顺手捡回来的，一直没有琢磨透那个什么石不值钱。要是你喜欢，我当天都送给您啦。本座从不占凡人便宜，这张卡刷100万，买下这株人参和这块石头。有了这个聚灵阵，修为速度至少能提升3倍。神神秘秘的，肯定没干好事，拿了奶奶的100万，就买了根破人参和这些破石头。我看他就是个败家精。姐姐，我们进去看看吧，万一他做什么诅咒我们的事怎么办？秦无双，你又在这里装神弄鬼，什么破烂玩意儿，给我！爸爸妈妈，救命啊！妹妹打人了，朋友要打我们。怎么样？好你个秦无双，你这个野丫头，竟然敢对姐姐动手！你看，这是无法无天了你！你个逆女，说这床上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在乡下学来的那些害人巫术？都给我住手！妈，你来的正好，你看这个秦无双越来越无法无天了。我们好心好意来看他，他就在房间里面搞这些不三不四的东西，而且他还用妖术打伤了潇潇。你再不管管他，他这要翻天呢！是吧？这个逆女心太黑了，她不知道是不是从农村学的那些巫蛊之术，竟然对她亲姐姐下手。这要是传出去的话，我们秦家的脸面往哪搁？奶奶，就是这些破石头，我一进来他们就在发光，还把我都弹飞了，肯定是什么诅咒我们的邪术。无双，你告诉奶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奶奶，我耗费心神，用上我中间买来的天材地宝，布下了一座祈福延寿阵。哼，你听听，他还真敢说，花那100万就买了这些破烂玩意儿回来就算了，还取一个什么可笑的名字来骗你啊？还什么延寿，什么祈福，我看就是催命符啊！此阵法的本意是为您调理身体，汇聚福运。阵法本来没有攻击性，但能辨别善恶。心怀善良之人靠近就会觉得很舒服，但心存歹念意图破坏的人就会被阵法反弹。所以他们为什么被反弹，原因已经很清楚了吧？真有如此神奇之事？哎，妈别，万一他的妖术打伤您怎么办？
哎，妈别，万一他的妖术打伤您怎么办？哎，果然是这样。好孩子，你快告诉奶奶，你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本事呢？你是在哪里学来的？以前在乡下，那个老道士教我的。他说我与道有缘。哎呦，我就说嘛，我们秦家一定是跟仙人有缘的，一定是祖宗保佑，派仙人指点你来我们秦家为我们祈福的。哎呀，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妈，你是不是被他骗了？一个小女孩而已，怎么会弄这些？无双一片赤诚的孝心，他耗费心神的为我这把老骨头祈福延寿，而你们呢，像一帮闯进家里的强盗，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要破坏。现在招了反噬，还要在这里恶人先告状，污蔑我孙女。还有你，身为父亲啊，不辨是非，跟着你这个老婆一起胡闹。我们秦家的家教就是被你们这种心胸狭窄、愚蠢歹毒的人给败坏的。妈，不是的妈，你给我滚！以后啊，再有谁要是擅自闯入无双的房间，你就给我收拾东西，滚出这个家！我林木兰说到做到，滚！我已经让李律师准备资料，下周董事会上，我要把我个人10%的股份转给无双名下，作为他的成年基金。啊，这件事我不同意。无双还这么小，根本就不懂股份，你这样做会引起公司各个股东的动荡。就是啊，妈，你到底在说什么？你是不是老糊涂了？10%的股份，他才7岁，你这样就是把股份白白送给一个外人。奶奶，我也是您孙女啊，你怎么从来没想过分我点股份呢？奶奶，您是不是不疼我们了？哎呀，你们都给我闭嘴！我的股份我想给谁就给谁。无双是咱秦家的福星，他值得。我看你们啊，就是嫉妒。秦总，你就是个窝囊废，眼睁睁看着老太婆把家产就给那个小野种了，你连个屁都不敢放啊！不是，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现在那个老太婆任何事情都听那个小野种的，我们要是来硬的话，你信不信还能把我们扫地出门？不能来硬的，那就来软的。现在这老太婆年纪也大了，总有一天身体也是有个万一嘛。只要有一天她一倒下，这个家是不是还是我们俩说了算啊？到时候那个小贱种还不是任我们拿捏？高，实在是高。老夫人、董事长，不好了，出大事了！一大早的，慌慌张张的，没看到我和老太太吃早餐吗？什么事儿，他都要讲究一个规矩。让他说。就城南那块地，咱们集团上个月拍下来那块地王，昨晚连夜施工的时候，发现了大片的古代墓葬群，城管和文物管理部门层层把它围了起来。这可是投了几十亿个的项目全部都停了，恐怕要打水漂啊！什么？这怎么可能？竞拍之前不是请来了国内最顶级的风水大师和欧洲的地质勘探团队，勘察了整整1个月，他们不是说期待准确干掉了吗？秦总，几十个亿，这可是我们公司的1大半的流动资金啊！要是真的打了水漂，那咱们秦家可就真的彻底完蛋了。这个项目从立项到竞拍再到动工，我全权放任让你来负责啊！现在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你说该怎么办？妈，你别着急，我现在就和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事都出来了，一定有解决的办法，一定有。别白费力气了，从你拍下那块地起，就注定是个死局。你这个小屁孩，
又在这里胡说八道些什么啊？我爸负责的可是上百亿的超级项目，是你这种乡下野丫头能想象得到的吗？100亿级别的项目，却找了一群骗子来，看来你的眼光也不怎么样。那块地地表3尺，阴气汇聚，煞气冲天。你们凡人虽然看不见，但是你住那里就会家破人亡。你们现在在那里大兴土木，深挖地基，惊醒了沉睡1000年的东西。现在没死几个工人，已经是秦家祖坟冒青烟了。小姐，您说的跟昨晚工地上看门的老头讲的是一模一样。那个坑底啊，总是传来一些奇奇怪怪的声响，整个工地上啊是阴森一片，让人内心啊感觉到发戍发毛啊。我看你就是嫉妒我爸，嫉妒我们家，故意在这里诅咒我们。奶奶，妹妹她好可怕，她是不是真的会巫术啊？你别胡言，她一个小女孩，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封建迷信的鬼话。妈，你别信她的，我现在就去处理。好了，够了，大家都闭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们不是想着怎么样来解决问题，还在这里毫无理由的怪你妹妹。你们是当姐姐的吗？妈，你想想，她一个小女孩，哪懂什么商业，哪懂什么风水？我估计她一定是在农村听到那些的鬼神故事。这件事肯定是商业竞争对手在背后搞鬼，散播谣言，想高攀我们。对，一定是这样的。无双，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是真的吗？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无双，现在没有外人，你跟奶奶说实话，城南那块地真的那么邪门吗？比您想象的还要麻烦。那下面不是普通的古墓，而是古代将军的蓄葬坑，那里怨气不散，已经形成了百鬼夜行。你们动工等于打开了盖子，现在停工只是第一步，如果不处理，不出3个月必成人间死地，到时候秦家就要承受这份因果。哎呀，那这么厉害啊！那可如何是好啊？那政府那边会派专家去处理的吧？最多只能建个庙宇，做场法事，稍加镇压，但怨气根源不断，如同火山，不知道何时便会再次喷发。想要根治，只有一个办法。无双，有什么办法？你快告诉奶奶。解铃还须系铃人，此事因秦家而起，是由秦家来了结，布下一个九阳镇煞阵，将地底怨气彻底净化。你需要什么？告诉奶奶，不是一些，就是100件、1000件，奶奶也去找给你。我需要99块蕴含至阳之气的天然玉石，1块百年雷击木作为镇心，以及一滴秦家嫡系血脉的金血作为引子。玉石和雷击木我去找，金血用奶奶的。奶奶，您年事已高，金血亏损是大忌，此事我来即可。好孩子，好孩子，我们秦家欠你的太多了。什么叫不可抗力啊？合同上清清楚楚写着，李行长，我们也在一起合作了将近20年了吧？就因为我们现在公司出了一点情况，你就釜底抽薪，提前收贷，你这不是落井下石吗？处理完了，现在不光是李行长，就连其他的银行也收到了消息，开始对我们评估风险了，准备开始对我们动手了。不是，老公，怎么会这样子啊？不就是一个项目暂停了吗？怎么一个个就好像躲瘟神的一样去躲着我们？暂停？你知道现在外面都怎么传我们？说我们秦氏集团挖断了江城的龙脉，我们的现在的股价是一跌再跌，所有的股东都快要把我的电话给打爆了。再这样下去，就没有人和我们合作了。都是你这个死丫头，一大早就开始胡说八道、危言耸听。不是你的话，这个消息怎么可能这么快就传出去啊？
就是啊，奶奶，您看看，爸一早上就为公司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的，他倒好，还有心思在这里吃苹果。我看他就是扫把星，巴不得我们秦家倒霉呢。妈，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们的资金链都快断了，你还有时间买这些破石头、烂木头的？是啊，妈，现在已经火烧眉毛了，那些股东一个个都跟催命鬼一样，你怎么还在跟着这个野丫头在这胡闹呢？这些玉石随随便便一个都得上千万，这加起来不得上亿呀！咱有这钱，拿去安抚那些银行，安抚那些股东，它不好吗？奶奶，你是不是被他给骗了？他就是想趁火打劫，用我们家的钱买这些东西，回头偷偷藏起来。安抚？几十个亿的窟窿，你就拿几个亿去安抚？那不是杯水车薪、肉包子打狗吗？我告诉你们，现在能救秦家的，不是你们这些没头苍蝇一样乱撞的怨天尤人的废物，而是无双。百年雷积木，年份足够，其中蕴含的至阳雷炼也还算精纯，不错，品质尚可。无双，你看，这是奶奶用了所有的关系，从一个避世的老道观那里花天价买来的。那个老道观说啊，这可是他们观里的镇观之宝。哎呀，他是说什么都不肯卖，奶奶答应他给他们建一座功德殿，他才忍痛割爱给我了。你看这些能用吗？可以。今晚3更，阴气最盛时，我便去那工地走一趟。哎呀，你一个人去啊？哎呀，那太不安全了。那走一趟？你去那干什么？你以为你是神仙下凡是吧？还3更，你一个女孩家的去那个邪门店干嘛？你还嫌我们家不够乱吗？妈妈，我怕。那也不会真的要去那种地方吧？哼，我看他就是想演戏给老妇人看的。秦无双，那个地方现在已经被设为了一级禁区，那些保安24小时每天都有几十个人在那里巡逻，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你想进去，哼，你就别在那里妖言惑众、哗众取宠了。你进不去，不代表我进不去。你们不需要理解，更不需要相信，你们只需要记住一件事：明天日出之后，秦家的危机便会解除。反了！真的是反了！妈，你就任着他胡闹下去吗？你就这么相信一个黄毛丫头的风言风语，也不相信一个为公司辛劳半辈子的儿子？再这样下去，秦家的家业就毁在他手里，你知不知道？你找死！区区百名阴神聚集成军，便敢自称地狱，在本座面前放肆，真是可笑。将锁魂，硬四方，锁八门。我对结界仙尊的一滴本命精血，来净化你们这些连孤魂野鬼都算不上的百名阴神，算是你们几辈子修来的造化，能死在本座的九阳荡魔神雷之下，也足以自负。以我仙尊之血力，敕令9天神雷激荡凡间阴血，九阳镇煞大阵起！这具凡人之躯还是太弱了，仅仅是驱动一个最低阶的净化阵法，就消耗了我近半月苦修的灵力。看来重塑灵脉、确立肉身之时，必须尽快提上日程了。不过总算是将这段因果彻底了结了，此地日后当是一方风水宝地，也算是我留给这个家族的一点补偿吧。
秦总，天大的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啊？来说，银行同意不收贷啊？那个工地啊，今上文物局派专家组带了先进的设备进行了检测勘探，您猜怎么着？怎么着？什么古墓文物，连块古砖都没有。测试报告也出来了，地磁稳定，能量祥和，是百年难得一遇的上好的一块地啊！你说什么呢？这怎么可能？喂，秦董事长吗？恭喜你啊！承担的项目经过我们联合审查确定是虚惊一场，封锁已经全面结束了，你们随时可以复工。另外，鉴于这块地的优越性，我们决定将其列为市重点的开发项目，给予一系列的政策扶持。什么事这么吵啊？无双，来，是你对不对？是你救了秦家。我不知道呀，我昨晚睡得挺香的。经此一事，我看得非常分明。秦风，你虽然有管理公司的才干，但是在处理危机的魄力、洞察先机的眼光上，远远不及无双的1/1000。你看到的是麻烦，而他看到的是麻烦背后的根源与机遇。妈，你教训的是？这不是教训，这是事实。我老了，秦家需要一个带领他走得更远的人。我已经让李律师拟好了新的股权转让协议，我将把我个人名下30%的个人股份转给无双名下，合计之前的无双合计持有秦氏集团40%的股份，他是秦氏集团最大的个人股东，同时他将自动进入集团董事会，并享有1票否决权。妈，你是不是真的糊涂了？40%的股份，这可是我们整个秦家，乃至是我们几代人奋斗的基业，全部送给一个外人吗？妈，我不服，我可是你亲儿子，我为了这个公司是兢兢业业，大半辈子都扑在这个公司上了。你为了这么一个黄毛小丫头才来我们家几个月，就要夺走本该属于我的一切吗？奶奶您太偏心了，我也是您孙女，她到底给你下的什么迷魂汤？你们都给我闭嘴！你辛苦了半辈子，连同秦家，要不是因为你的刚愎自用而毁于一旦，你到现在你还不明白，是无双救了你，救了公司，救了整个的秦家。还有你们，每天只知道争风吃醋，搬弄是非。无双为这个家解决了天大的麻烦，你们一点感谢都没有啊！你们还在这里污蔑他，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我告诉你们，我的决定不是在跟你们商量，我只是在通知你们，这份家业我只能交给能守护他，让他变得更好的人。奶奶，你怎么了？是心脉救急复发，而且这次来势汹汹，比上次还要凶险100倍。我快叫救护车！妈，告诉你，如果我妈要是气出个3长2短，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对，她就是一个克星。自从你来了我们家之后，我们家就没有一天安宁过。闭嘴！想让奶奶活命，就都给我安静。小兰，去把我房间那个檀木盒子拿来，快！王教授，我们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去最好的医院，请最好的医生做最好的手术，就能把我们救回来？老夫人这次的病情非常的棘手，根据我们的初步诊断，她这次是突发性的大面积的心肌梗塞，而老夫人之前的心脏又有旧疾，她的心肌壁非常的薄，就像一个布满了裂纹的瓷器一样的，根本经不起任何手术的一个创伤啊！我直講啦，老夫人嘅症狀咧，喺中醫嚟講咧，
已經係生物盡斷啦。佢個身體咧已經係油盡燈枯啦，任何大補嘅藥咧都加速佢嘅衰敗。而家就算係神仙下凡，都無力回天啦。幫老夫人準備後事啦，無力回天啦，準備後事啦，準備後事啦。你们一个个都干什么吃的啊？都是权威专家，现在跟我说我妈无药可救，等着去死！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必须把我妈给救活，听到没有？秦先生，请你冷静一点，我们已经尽力了。奶奶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就是告诉她的那个杀人凶手。谁说奶奶会死的？有我在这里，就算是阎王爷亲自来了，也休想把他从我手里带走。你又想干什么？你这个害人精，就是你把妈害成这样子的，你现在还想怎么样？你是嫌他死得不够快吗？想让他活，都要给我出去！秦无双，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小兰，这二位可是全国最顶级的医学专家，他们都宣布了我妈的死刑，而你呢却大言不惭，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在我出来之前，任何人不许踏进这个房间半步，否则后果自负。小姑娘，我知道你关心老夫人，但是也请你不要胡闹。老夫人病情已经严重到经不起任何折腾了。你这样只会加速。你们出去吧，刘无双在这里。凌厉风雪，暂缓生气流失。奶奶的心脉已经彻底断绝，生机枯竭。凡间的任何医术，包括我刚才的凌厉风雪，都只是在拖延时间回天乏术。若想真正救她，逆天改命，只有一个办法：现场开火，炼制修仙界中最霸道的续命丹药之一——九转还魂丹。但这丹药所需的天地灵气极为庞大，更需要炼丹者以自身精血为引，心神合一，方能成丹。以我如今失去凡胎肉体的孱弱修为，连最基础的引气入体都还磕磕绊绊，要强行开颅炼制此等逆天丹药，只有一个后果：我好不容易修炼出的这点微末道气，必将毁于一旦。我乃堂堂渡劫系险存，只差一步便能飞升。意外穿越于此，重修之路已是万分艰难。若再为了一个凡人撕毁根基，修为倒退回原点，那我重回巅峰再临9天之日，又将变得遥遥无期。这份代价值得。我与这秦家不过是一场因果，救他们一次已是仁至义尽。如今为了一个凡人老说，留上我的仙途。也罢，我白青云修的是顺心眼，通天达地的大自在之道。若今日为保修为，而眼睁睁看着这份温暖在我面前消失，致使道心门尘，留下一生都无法磨灭的遗憾，那我即使重回巅峰，又有何意义？区区道劫，没了可以再筑，仙途漫漫，大不了从头再来。但这份因果，这份温暖，我今日必须亲手了结。天地无极，乾坤剑法，三界灵气，听我号令。以我之仙尊神魂为炉，以我之先天精血为火，九转还魂，凝。奶奶吃了它，好好的活下去。老公，你说这一次这老太婆是不是真的不行了？你看那小贱人在里面待了那么久，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觉得她肯定是在里面故弄玄虚，装模作样。两位专家都已经下定论了，我想这次应该8九不离十了。哼，那真是太好了！我看那个秦无双现在没了靠山，还怎么嚣张？到时候我要让他跪下来求我，叫我主人。
不说，吓我妈她是不是啊？我妈她，你自己进去看看吧。妈！吵什么呢？我只不过就是睡了一觉。你看你们一个个的像丢了魂儿似的。我啊，好像回到了50岁的时候了。哎呀，精神焕发的，浑身是劲儿，太好了，太好了！老夫人，这不可能！您的心跳，您的血压。老夫人，允许我同你把个脉。脉象沉稳有力，气血充盈，枯竭嘅脉搏竟然死而復生。这不可能啊！枯木逢春，死脉复生，这不是医理啊！这完全违背了常理，这是神迹，这是神迹啊！这位就是国画界泰斗白石老人的关门弟子张大师。今天他有幸能来到咱们家，你们大家快跟张大师问好。张爷爷好。都好。张爷爷，你看，我从小跟名师学习书法，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笔法稚嫩，你真的是从小跟名师学习吗？张大师，我妹妹可是我们这一辈最有艺术天赋的了，要不您再看看？你是说我说的哪不对吗？小娃娃，那你呢？你喜欢写字吗？略知一二。张大师，你可别当真啊！这小家伙就知道装模作样，哪懂什么书法？既然如此，可否为老夫写一幅字看看？笔墨纸砚，搞定。神癖，真正的神癖呀！哈哈哈！我老夫苦追一生不得的书道，想不到在你一个女娃的笔下得见，哈哈哈哈哈！死而无憾呐！哈哈哈哈！死而无憾呐！哈哈哈哈！请受老朽一拜。哎呀，张老，哎呀，你这是做什么呢？快快请起！你可是德高望重的宗师呢，怎么给一个小辈跪拜如此大礼呢？不，林老夫人，您不懂了。达者为师，与年龄无关。在这一幅字的面前，老夫从尽一生，那这微末道行，不过是萤火之一皓月。学生张伯宁，恳请小师傅收我为徒，传我无上师道。此生愿执弟子之礼，侍奉左右，绝无恶心。你说什么？你要拜他为师？张宗师，你是不是糊涂了？他可只是一个7岁的小屁孩，这也太荒唐了！你可是国宝级的宗师啊！小师傅，你若不答应，学生长跪一次，不起来了。一个年近80，在整个华夏界都备受尊重的书法泰斗，就要拜一个7岁小女孩为师，太不真实了！这不可能，不可能！你年事已高，尘缘太重，你不适合入我门墙。谢小师傅。他谢什么？他不是拒绝了吗？他说不适合入我们墙，意思是说小师傅是有门墙的，是有传承的。我虽然不够资格成为他正式的日师弟子，恳请小师傅慈悲，由我以一记名弟子的身份，在门外旁听一二，学生感激不尽。也罢，看在你一片诚心的份上，以后每月初1，你可来此听我解说一个时辰，
能领悟多少，看你自己造化喽。弟子张伯宁叩见师尊。师尊，这几位呢是我的知交好友，他们听闻你今天开坛讲道，都想过来旁听一二，沾沾仙气。不知师尊……张宗师，你这怎么还当真了呀？还带了这么多人过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秦家要开补习班了呢。你这妇人懂什么呀？能聆听印行大道的真解，是我等求道之人的生生有幸之事，岂是你们这是满身铜臭凡夫俗子所理解的？人多人少，于我而言并无分别，都坐吧。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一群在外面跺跺脚，文化界都要抖三抖的国宝级大师们，今日便到此为止。听师尊一句话，胜过我苦修60年，困扰我半生的瓶颈，今天终于破了，谢谢师尊。师尊，弟子之前破镜，心中有感，特说此话，还请师尊赐教。装模作样，他看得懂吗？肯定不懂。此话江山万里，气吞山河，已是凡间画道的极致，只可惜。可惜什么呢？师尊，请师尊明示。可惜你这山川只有其形，未得其势。山脉走向与水流之势相冲，犯了轮回头之煞。若将此画挂于家中，不出3个月，必有血光之灾。难怪我在创作此画的过程中，确实时常有心机不宁。昨天还差点摔了一跤，磕破了头。多谢恩师救命之恩，弟子愚钝，险些酿成大祸。比来。画龙点睛啊，不是点石成金。师尊，你这山笔啊，不单单是揪着这一幅画，还更赋予它新的生命。师尊，刚才接礼传信有急事，弟子先行告退。我陪你一同前去吧。哎呀，这怎么了？芷若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他是谁？他呀，是我唯一的孙女芷若，从小就天资聪颖，尤其是在国画，她极有天赋。可是，在半个月前，她突然感染了一种怪病，起初呢就是精神不好，夜里了噩梦连连。就以为他是学习压力大，可后来呢，一天天不见好，看拖了这么几天，就成这个样了。唉，我呀，带着他赶遍了国内外的名医，做了最好的检查，他们都说他的身体机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身体上就不见好转。刚才还来电话了，说才无过3天了。唉，你说如何是好啊？这幅画有问题。这幅画呀，是我前一段时间专门为他拍下来的古画。这画有什么问题啊，师尊？就是这幅画害了你的孙女。罗雷兄，问天生，赵老，你们来啦。师尊，刚才您说这幅画有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伯年兄，您得了重宝了，这是李唐的真迹无疑啊，纹理清晰，线条分明，这墨是宫廷御用的龙象墨，千年不腐。这画的气势，这韵律，这是真迹无疑啊。不错，
这幅画从南宋宫廷到元明清各代的鉴藏印，一共17方，每一方印泥的传法还有包浆都对得上，流转清晰，传承有序。从物理的渐进角度来看，没有任何问题。恕我等眼拙，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毛病啊。画的确是真画，但被懂行的人在上面加了点不该进的东西。小张，借你孙女的一根头发一用。这是画中匠，是一种早已失传，将人的生辰八字混入特制的颜料之中，藏于画作的暗处，通过画作强大的气场，潜移默化的吸收对方精气神的一种恶毒邪术。不错，此术极为阴损，中术者会在不知不觉中被画吸干所有生命力，最终在睡梦中死去。看起来与自然病逝无异。是谁？是谁这么歹毒，要害我孙女？想知道是谁很简单，是王家，是王家3号的印记。长老，我记得了，这幅画应该是你半个月前在王家拍卖会上面高价拍得的吧？没错，就是王家黄振华这个小命妇，表面上攻击我得了宝，背地里这么狠毒，要害我孙女，我与他势不两立。画现在干净了，你孙女3日之内自会痊愈。王家，各位董事啊，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请来了南宫家的燕公子。后面呢，我们2家将共同投资一家名为欧洲名下的天星科技的新兴公司。该公司啊，掌握着下一代的新型核心算法。从今天开始，我们2家将强强联手，共创辉煌。我反对。你在怀疑南宫家的眼光吗？我说妹妹，这个项目是我亲自带队考察了半年的成果，绝对不会有错。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南宫燕，我问你，你见过他本人吗？你去过他们的实验室吗？秦无双说的这2点，正是此次考察中对方以最高机密为由，始终不让我接触到的核心部分。据我所知，他们的创始人早就已经因病去世。那就是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强联合，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他们的目标就是利用我们2家的信誉做背书，抬高股价后高位套现离场，留下一个烂摊子和巨额债务给你们。这个项目一旦启动，不出3个月，秦家和南宫家将会沦为整个华尔街的笑柄。秦无双，你今天在公司开股东大会的时候说的那些话，就是一派胡言。你这是诽谤，这是污蔑。你是不是不想让我们2家合作？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妈，你可千万别信呐！无双妹妹，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讲。你说这些得讲证据，单凭你一句话就想毁掉我们团队半年的心血。奶奶，请允许我打个电话。无双小友，事情你都知道了。问天爷爷，您都知道，为何不早点阻止他？这个不成器的东西，对正义冲昏了头了，听不进我的劝告。我这个做叔叔的也不好在外面驳他的面子，本想等他自己栽个跟头长长记性，没想到他竟然把你们秦家也拉下水。幸好有你在，否则我们南宫家这次真的要让你大错。南宫夜，你这个混账东西，还不赶快向领导夫人和无双小友道歉！尽职调查是怎么做的？被人骗了还沾沾自喜，南宫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好了好了，问天先生啊，既然是误会，说开了就好了。这孩子们还年轻，总要吃点亏才能成长。到此。妈，爸他不会有事吧？他今天是不是被那个秦无双气得太狠了？别吵，让他自己静一静吧。你爸他这辈子都没有受过像今天这么大的委屈。都怪那个秦无双，他一来我们家就没有消停过，他就是个扫把星。老公，你没事吧？厨房那个饭是热着的，你要不要？我没事。我想明白一件事啊。老公，你想明白了什么呀？在这个家，在公司我奋斗了半辈子，到头来我就是个笑话。看看我的权利、我的地位，还有我辛苦半年的项目，到头来还不如那个小贱种和南宫问天的在电话里微微的那几句话。爸，您别这么说，都是因为南宫问天他偏心呀，他们都是一伙的，你永远是我们的主心骨啊。当着股东和那些人的面，被7岁女儿啪啪打脸的主心骨吗？我跟你说，兄弟，那个人他就是个废物。虽然今天给他骂的是狗血淋头，最多让他面壁思过，到头来还是把他当宝贝疙瘩一样。而我明天就到公司啊，那些人就会对我指指点点，他们在背后怎么说我？谁要是敢在背后议论你，我第一个去撕烂他的嘴。不，也许他们说的对，既然光明正大斗不过他，那我就和他们玩邪的。这个家也是我的，谁也别给我抢。领导夫人，无双小友，今日我来是有一件关于江城所有世家安危的一件大事，想请无双小友帮忙。问天先生言重了，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啊。噬魂玉，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它是我们南宫家祖上封印的一件邪物，它能无声无息地吸取佩戴着身边的生气和气运，并化为己用。100年前，江城有一个小家族，不知道从何处得到了此物，在短短的10年间，便从一个不入流的小家族一跃成为能与我等抗衡的豪门。其代价便是所有与其有生意往来的家族都接连发生了怪事，家道中落，甚至人丁凋零。我们南宫家祖上得知此事，并联合数位高人夺回此物，并把它封印起来。在几天前，我查看封印的时候，发现此物竟然无翼而飞。被盗了。比起这个，我更担心的是，它已经找到了新的主人。因为最近江城商界又出现了100年前的异状，数位与我们南宫家交好的二流家族，都莫名其妙的遭遇了突发危机，不是资金链断裂，就是核心成员突发恶疾。与此同时，有一个家族却在逆境中疯狂崛起，行事风格霸道毒辣，像极了100年前的那个家族啊。哪个家族？王家，就是不久前在我们南宫家宴会上被无双小友教训过的那个小家族。原来如此，不是简单的商业竞争，而是有邪物在背后作祟。难怪我最近总感觉江城上空的气运有些博杂混乱。此时我秦家的气运开始被吸走。爸，您真是神了！自从得了这个宝贝，我简直就是赌神附体。今天在股市上随便操作一下，就赚了8位数。记得今晚去最好的餐厅庆功啊！找到了噬魂玉的宿主。爸，您这一招真是太高了！自从得了这块玉佩，我们做什么都顺风顺水。以前那些看不起我们的家族，现在都得跪着来求我们，真是太爽了！这叫气运，
等我们吸干了那些存活的气运，取代南宫家和秦家，江城就是我们王家的了。借我家玉，转而起身，如此邪术，留你不得，今夜子时，莫愁。以后江城就是我们王家的天下。你这个小贱人，你怎么敢出现在我面前？来人，给我拉出去砍了！人呢？来人！王振华、王诗涵，这里是你们的梦境，也是你们的刑场。这是哪里？你对我做了什么？窃运之罪，当受业火焚身之苦，交出噬魂眼，我可让你醒来，否则将在这梦境地狱中被活活烧死。你的死亡在现实世界只会被鉴定为是梦中突发心理。我不知道什么叫噬魂玉，这个小子啊！雷耀，我说，因为是我无意间得到的。我不知道叫噬魂玉，你放过我给回你，我马上给回你。记住你说的话。无双小姐，无双小姐，无双小姐，无双小姐！王组长，一大早的怎么了？王组长，这一大早的你急急忙忙干什么呀？王小姐，王组长，你们这是来找我们家老夫人？我们不是找林老夫人，我们是找无双小姐。拜托你们让我们见她一面吧。什么？秦无双只有7岁的娃娃，你要是有什么事的话，我让他去找你，那还让王组长亲自来登门拜访了。是不是他得罪你们王家了？我就说这个野丫头，迟早给我们秦家带来麻烦。不是，是我们有事求无双小姐啊。什么？你有事求她？真是见了鬼了。大师，仙姑，神仙奶，我错了，王振华知道错了，求你饶我们一命吧，我再也不敢了。这就是那个邪物，我们现在就物归原主，求您放过我们，饶我们一命。怎么回事？王家怎么会这么怕他？他到底做了什么？饶命！大师饶命！看来昨晚的梦你们还记得？记得，我们永生永世都不敢忘，还请大师饶我们一命，请大师饶命！他们做了什么梦，让他们如此害怕？王组长，王小姐，你们是不是搞错什么了？这什么梦不梦的呀？他就是一个小孩子，能做什么？你们这样给他磕头不太妥吧？赶紧起来吧！滚开！大师饶命！大师饶命！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们借走的气运，我会尽数收。念在你们主动上门认错的份上，死罪可免。但你们凭此物领来的所有不义之财，3日之内必须全数交给慈善机构，1张收据都不能少。你们可有异议？没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都按您说的办。多谢大师不杀这儿，多谢大师。无双，这一次又多亏了你呀，否则我们秦家乃至整个江城都不知道要被那个邪货又祸害成什么样子呢。举手之劳。此物邪性已除，但材质特殊，留着日后或许有用。如果这块玉佩给我弄到手，那我失去的一切都可以重新夺回，甚至得到更多。你这个孩子怎么毛手毛脚的？赶紧给妹妹道歉，等一下吓到妹妹怎么办？对不起。够了！你看看你们一个个像什么样子，不就是装神弄鬼吓唬了2个蠢货吗？她再厉害，那也是我的女儿。告诉你们，这个家我才是一家之主。
我年纪大了，精力不济。最近家里和公司发生了这么多的事，让我更加明白一个家族的兴衰，不能只靠老一辈的苦苦支撑，更需要一个有远见、有能力、能撑得住场面的领头人。在经历了这么多事后，为了稳定家族，看来还是要将权力交还给我。我决定从今天起，将我在秦氏集团持有51%的控股权，以及信托基金的全部所有权，全部转让给无双。什么？并正式提名由无双接替我出任秦氏集团新一任董事长。让一个7岁的小屁孩当董事长，妈，你是真糊涂了，还是觉得我们家没人呐？妈，我可是你亲儿子啊！你不能把这个事做得这么绝吧？这份家业可是你和我爸一辈子的心血啊！秦风，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要不是无双的守护，这家业早因为你的刚愎自用和愚蠢败得一干二净了。是无双一次又一次的守护了他，我把这个家业交给他，不是在剥夺你的东西，而是为了秦家的以后找一个最可靠的守护者。不，妈，你再考虑一下。凭什么？他才刚来没多久，凭什么给他？我意已决。李律师，哟，我们高高在上的秦总也有兴趣来这种地方喂蚊子呀？你来这干什么？是看我笑话吗？笑话？看你笑话？现在的你连我看你笑话的资格都没有哎！我只是来看看被那个贱人踩在脚下的同类罢了。我不是失败者，我只是失言不济。失言不济，秦叔叔，你别自欺欺人了。我是真当你是我叔，我才提醒你啊。只要有那个小站在一天，我们永远不可能有出头之日。我们做的任何事情，在他眼里只不过是过家家，不是吗？我替你感到不值啊，叔叔。哎，对，秦叔叔，你说，既然我们赢不了他，我们能不能毁掉他最珍视的东西，让他也体验一下我们现在这种生不如死的滋味？你是说，他不是最在意那个老太婆吗？他不是在你们秦家做守护神吗？如果那个老太婆出什么意外，她会不会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跌落下来呢？你慢慢调。我都查过了，那个老太婆每逢15都会带司机跟保镖去栖霞山上香。那段山路人烟稀少，没有监控，是我们动手的最佳地。你找的人手可靠吗？你放心，那全是我从海外雇的杀手，拿钱办事，做事不留任何手尾，事成之后离开江城，而且他们都是听我的命令，压根儿不知道你是谁。不是我只是想要股权转让协议啊，没有想要把他们。秦叔叔，我讲那么多，你是一句都听不进啊！就算我们拿到协议，秦无双会放过我们吗？你太天真了！我告诉你啊，斩草要除根。等老太婆一死，我们对外宣布她旧疾复发，你作为她唯一的儿子，顺利继承家产。到时候我再动用我们南宫家的势力，在舆论上支持你一下。你管那个秦无双小丫头，她是死是活，还不是我们一句话的事情。好，就按你说的做。事成之后，我把秦氏海外家族的生意分你30%。来，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老公，很晚了，还不休息吗？明天还要……睡不着，你闭上眼睛，就是那个小野种和那群东西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样子。南宫堰那边已经安排好了车子，还有人手，包括撤退路线，这次一定是万无一失。等到明天，在西夏市的那段山路上，一切就都结束了。真的要这样做吗？这可是绑架，甚至是杀人。万一失败了，失败！我们还有谈失败的资格吗？你看看我们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在他家里，我们就像寄生虫一样的活着，收益没了，地位没了，就连潇潇和雨轩都抬不起头来。难道你想一辈子都活在那个小贱人的阴影下？等他哪天不高兴了，就会像垃圾一样把我们扫地出门，知不知道？我当然不想，我做梦都想把那个小贱人千刀万剐。可是，对呀，我们这不是犯罪，我们这是拿回自己的东西啊！这个家业是你、我还有咱爸打下来的，凭什么给一个外人让他拿去？我们这叫拨乱反正。你看这些文件，如果老太婆要是死了，那都变成真的了。到时候秦家还是我们说了算，你呢还是秦家高高在上的夫人。明天啊，秦家就是我们的了。我会让秦无双像狗一样跪在我的面前，摇尾乞怜。好，就这么办，让那老不死的和那个小贱人一起下地狱。妈，你看，今天天气晴朗，山路啊应该不难走。我把车呢里里外外都检查完了，保证万无一失。是啊，妈，今天啊你早去早回，等你回来我亲自下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佛跳墙。好，无双，今天天气真的不错，要不你跟奶奶去寺里，咱们走走，散散心哈。晴空之下，金鸟饮药，仔细东来之路上，竟横亘着一道肉眼不可见的血光杀气。这是大凶之兆，猪骨肉相残，血光之灾。奶奶，无双今天想在家里玩。哦，好。奶奶，这是我送你的手串。哦，好好，还是我家无双贴心，奶奶一定带着。来，妈，我送你。好。妈，回吧，回吧。我倒要看看是哪些不知死活的蝼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们老板有请，跟我们喝杯汤吧。你们老板？请吧。喂，老板，情况有变，老太婆身上有古怪，好像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保护着她。怎么会这样？慌什么？我就是安装一些自动防渗装置吗？给我干掉他！秦风先生，你们玩得开心吗？你怎么知道的？
从你动了那个念头开始，我就知道了。我只是在给你个回头的机会，可惜你没有珍惜。机会？抢我的公司，抢我的地位，把我的所有的一切都给抢走了。你现在跟我说机会？告诉你秦无双，今天你奶奶死定了，你死定了！开枪！叶儿，收手吧。哈哈哈哈，收手！南宫问天，我才是南宫家族唯一的继承人，为什么把家传宝给他？我才是你的亲侄儿。不要一错再错了。错，我没有错，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坏我好事。南宫问天，今天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一个都别想跑。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武装妹妹，武装妹妹，求你放过我好不好？我错了，我错了，我该死，我该死！是我，救我！是我，是我！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废了他的神识，从今以后，他将是一个心智如婴儿的白痴。让他自生自灭，还是养他一辈子，你们自己决定吧。多谢大师手下留情。啊，爸爸错了，爸爸知道错了，原来爸爸啊，原来爸爸意思好不好？妇女，从你任由他们欺辱我的时候，你就不是了；从你为了利益想置我奶奶于死地的时候，你就更不是了。这巴掌是替奶奶打的。你身上流的血，于我而言，是我此生最大的耻辱。死了，太平了。你的下半生就在这无尽的痛苦和悔恨中慢慢忏悔吧。老公，是谁？是谁把你打成这样？是你这个小贱人，你就是个妖孽！我要跟你拼了！一个为了家产不惜雇佣亡命之徒，对自己亲生母亲下死手，也配谈父亲两个字。至于你们这次的阴谋，你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你们的嫉妒，你们的愚蠢，你们的推波助澜，你们一样有罪。我错了，妹妹，不，求求你，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我求求你饶了我们吧，我真是不敢了，我求求你饶了我们吧，妹妹，求求你不要像对爸爸那样对我们，我什么都愿意做。奶奶，你来吧，毕竟他们是你的家人。李律师，老夫人，我在。立刻报警，就说沈月霞、秦潇潇、秦宇轩三人是秦风绑架案的知情者和同谋，他们该负什么法律责任就负什么法律责任。第二，起草一份断绝关系声明，并登报公示。从今日起，秦风、沈月霞、秦潇潇、秦宇轩四人与我秦家断绝一切往来，从此以后再无瓜葛。第三，收回所有秦家赠与他们的财产、房产、车辆、股份、珠宝，所有的一切，从此以后净身出户。好的。还有他，给他留一笔钱，送他去疗养院，让他在那张病床上忏悔自己的罪孽。感谢各位今晚能来参加我们秦氏的家宴。
借此机会，我想正式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我林墨兰年岁已高，从今天起，我将正式辞去秦氏集团的董事长职务，替我的是我的孙女，也是我唯一的继承人秦无双。无双，从今天起，这个家，这份家业就交给你了。凡尘俗世的权柄，于我而言不过是过眼云烟，但既然继承了这份因果，便护你们一世周全。我秦无双在此，秦家便永世不倒。无双啊，一转眼你都长大了，这些年辛苦你了。奶奶，有您在身边，何谈辛苦？奶奶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是天上的仙女下凡来渡劫的吗？奶奶，我是谁，从哪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我踏入秦家门的那一刻起，我就是您的孙女秦无双，这就够了。是啊，够了。我有你这么一个孙女，这一辈子啊，是我几辈子修来的最大的福气呀！此间事了，尘缘因果已近圆满，但这片星空下的故事，对我而言，才仅仅是一个开始。9天仙境等着我，待我重塑仙体，了却凡尘，我白青离必将归来，再临9天之巅。